威廉，空气、阳光、水跟生命息息相关。我们已经讨论过，喝水能够减肥，呼吸脏空气会变胖。那么阳光呢？你猜阳光跟减肥有什么关系呢？相安无事的关系吧，总不会脂肪细胞被太阳烤瘦了，呼吸能变胖已经够夸张。你不要告诉我什么紫外线也能导致人体变胖哦，要我出门擦什么防晒油，门都没有。你不要紧张嘛，呼吸会变胖是因为肮脏的细悬浮微粒，阳光跟肥胖关系可就友善多啦。那么，难道你今天又要告诉我另一个天方夜谭，晒太阳可以减肥？孺子可教也，你猜对啦。那难道真是烤瘦了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发现还是一个意外呢。这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研究团队所做的研究，他们本来是为了要帮助没有办法生产胰岛素的第一型糖尿病患者寻找胰岛素来源，就把一种对光敏感的基因插进脂肪细胞，对脂肪细胞进行基因改造，希望基因改造后的脂肪细胞经过光线照射以后，可以激活对光敏感的基因，进而产生胰岛素。没想到在做实验的时候，他们在未经基因改造的对照组脂肪细胞上观察到一种以往从未被发现的现象，也就是当太阳的蓝光穿透皮肤到达皮下脂肪的时候，脂肪细胞的质地会缩小，并释放出甘油，也就是出现脂肪组织缩小的现象。哇，你是说我该去海滩好好晒晒我那节肚子吗？你是男生，男性的肚子之所以会有一圈肥油，多半是内脏脂肪。他们的研究发现，内脏脂肪埋得太深，光线无法穿透，而且关于怎么晒太阳，什么时候晒太阳，这对健康来讲至关重要。我们最后再来讲。这里我要先讲一下这个实验，他们这个研究是在2017年做的，研究指出他们在人类白色脂肪组织发现了一种新型的蓝光敏感电流，而这种电流是由细胞中的感光色素和离子通路作为媒介的，也就是说，透过脂肪细胞中的感光色素和离子通道，脂肪细胞会感受到蓝光刺激，进而做出反应。因此，他们观察到，与对照组脂肪细胞相比，长期暴露在蓝光下的脂肪细胞含有较小的脂滴，并且分泌较少的瘦素和脂联素。瘦素，我们提到过很多次，是一种抑制食欲的激素，也是一种脂肪量表。正常来说，你越胖的时候，食欲应该越低，人体不该再去储备那么多的备用能量，所以当你脂肪存量变低的时候，瘦素自然降低，代表你的脂肪存量变少了。而脂联素这种激素也是由脂肪细胞所分泌的，它能够帮助葡萄糖代谢，也有助于脂肪氧化。而这边在蓝光的照射下，脂肪被氧化的过程中就可能消耗了脂联素，所以脂联素也就变少咯。你这里所讲的蓝光，我来补充一下，太阳光谱分部分不可见光，例如紫外线，也就是 UV 的波长范围是10奈米至400奈米，以及所有可见光。可见光是指人眼可以看到的光，包括红橙黄绿蓝靛紫7种色光，其波长范围为380至780奈米。可见光谱中，波长最短的是蓝光，波长最长的是红光。蓝光的波长范围通常为380至500奈米，是可见光中能量较高的光。蓝光就像你之前说的，会抑制褪黑激素，所以你不准我睡前看手机，手机萤幕也会产生蓝光。没错，在这个实验中，能够让脂肪产生反应的就是蓝光，而且研究人员强调，最好是阳光，相较于 LED 灯之类的照明，阳光才足够强烈，足以穿透皮肤层到达脂肪。这是阳光帮助脂肪分解最直接的方式，但在更早之前，我们事实上已经知道阳光透过2种方式来帮助减肥。首先是维他命 D， 阳光是最主要的维他命 D 来源，脂肪组织是维他命 D 的主要储存场所。维他命 D 能以多种不同方式来影响能量代谢。据研究，维他命 D 可以增强脂肪氧化，这可能是由于维他命 D 会造成脂肪生成基因的表达量降低。此外，维他命 D 也会造成脂肪生成酶的活性改变，进而影响脂肪的合成。因此，维他命 D 可以调节脂质代谢，抑制内脏脂肪的囤积。同时，维他命 D 还会影响胰岛素的分泌和敏感性。有研究显示，补充维他命 D 可以改善健康受试者和第2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维他命 D 可能是一种潜在的胰岛素调节剂，它能够透过调节胰脏贝塔细胞内的钙离子浓度来影响胰岛素分泌。另外，
维他命 D 不但是瘦素的原料之一，还可以调节瘦素的分泌。因此2021年巴西巴雅联邦大学研究团队一篇关于维他命 D 缺乏是否会增加成年和老年人肥胖风险的会诊分析就指出，维他命 D 的缺乏可被视为肥胖的危险因子之一呢。所以晒太阳还是必要的，不止补钙，还可以减肥呢。对呀，而且晒太阳补充维他命 D 不只可以消除脂肪，还可以增加肌肉的合成哦。维他命 D 对骨骼肌具有直接的调节功能。维他命 D 透过活化各种细胞讯号联系，来调节蛋白质合成和粒线体代谢，进而参与肌肉合成、细胞增殖。关于维他命 D 和减肥的关系内容还有很多，我们以后再做影片说明。而维他命 D 既然能够帮助肌肉合成，也就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新陈代谢。因为肌肉的粒线体是脂肪细胞的好几倍，而粒线体是细胞的发电机，增加肌肉当然就有利于提高新陈代谢，进而有利于减肥。因此2019年以日本早稻田大学为主的研究团队针对补充维他命 D 对人体组织和体能的影响研究就指出，补充1年维他命 D 可有效改善健康成年人的去脂体重。去脂体重也就是以肌肉为主的体重，当然晒太阳比吃维他命补充剂还好。研究过维他命 D 的江坤俊医师就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晒10到15分钟太阳，可以补充充足的维他命 D 哦。所以人类跟植物一样，不能缺乏阳光。像你平常不喜欢吃门，跟我喜欢吃红豆面包，都一样是有爱健康的行为。看看这来自于太阳的维他命 D 多么重要，不只能生成骨骼的原料，还能帮助我们增生肌肉。等一下聊完，趁刚好是中午的时间，我们就出去晒晒太阳吧。好啦，有空我会尽量出去嘛。而阳光除了直接刺激脂肪细胞使其缩小跟有助于人体合成维他命 D 以外，阳光还能够透过生理时钟帮助我们减肥哦。光线透过刺激视交叉上核来影响荷尔蒙的产生，形成所谓的生理时钟，而调节食欲的瘦素和饥饿素同样受到这个生理时钟，也就是昼夜节律的影响。因此光线在调节新陈代谢、饥饿和饱腹感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到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所做的那个研究是蓝光使脂肪细胞里面的脂滴缩小的吗？而早在2014年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团队所做的一份关于照光时间及强度与成人体重相关的研究就指出，早晨通常有较多的蓝光，而蓝光也被证明是最能够影响生理时钟的光线呢。所以晚上睡觉前绝对不能看手机，就是因为蓝光对褪黑激素的影响特别强烈，对不对？没错，所以西北大学这份研究发现，那些经常接触更多晨光的人 BMI 比较低，这种效应约占体重指数的 20%。西北大学研究团队的研究人员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访问的时候指出，就像人们试图透过更多的睡眠来帮助减肥一样，也许操纵光是另外一种减肥方式。他们建议每天早上8点至中午12点到室外走20分钟到30分钟，有助于校正生理时钟，改善新陈代谢，也就能够帮助减肥哦。所以大概的建议就是8、9点的时候阳光没那么强烈，致癌的紫外线少一点的时候，晒个半小时以内，以免晒太多而有罹癌的风险。而中午补充维他命 D 就晒个10到15分钟就好，不要过量，否则维他命 D 会在体内转变成其他物质。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能够减肥就拼命狂晒太阳，那样就算减肥成功，却得到皮肤癌可就得不偿失呢。那你一天起码要跟我出门2次，一次是早上8点校正生理时钟，预防我复胖；一次是中午吸收维他命 D， 补钙跟补你的肌肉。你要是不跟我出去，我就自己去吃红豆面包哦。